挪威 Hego 嘅擴音機力水夠呢個賣點呢，其實並唔係最出名㗎，最出名呢係佢嘅控制力直頭係勁到癲啊！好似今次實試最新推出嘅 H48，一部賣緊6萬有找嘅串流解碼連擴音機，竟然有超過4000嘅 damping factor。嗱，轉翻人話講呢，即係有一個超乎常人嘅低音控制力啊，可以輕鬆咁推動一啲一般人覺得呢個價位擴音機冇可能推得喐嘅喇叭。咁今次呢，我就唔客氣用佢嚟推 Magical 嘅 A3 啦。仲有除咗份 M 之外啊 ，H48 今次係連串流同埋解碼都同步升呢。咁如果你真係想用埋佢份串流同埋解碼呢，佢又係咪可以滿足到你呢？睇完呢條片呢，希望你會揾到答案啦。Hello， 咁多位大家好，我係國人，歡迎嚟到 FIFA3.com。今日同大家實試嘅產品呢，就係挪威 Hego H48 嘅串流解碼連擴音機啊，係一部功能非常之多嘅 All-in-One 機，但係個樣呢好subtle，好低調嘅，開箱睇睇就知噶啦。好，箱中有箱，幾大個 logo， 打開呢就見到個 remote 3名水手嘅挪威風景啊。咁其實呢個係說明書啦，歐式電源線、2粒 3A 電同埋金屬做嘅遙控器。咁呢個遙控器咧就都幾好揸手嘅，撳掣就有少少聲啦，但係唔算太大 ，OK 啦。好啊，相當之重型嘅喎。點解重型咧？因為有隻大橫牛啊，佢都係傳統嘅 Class AB 擴音機嚟㗎。咁我開機啦喎，個開關仔咧喺個機底度。好快手開完。咁機面咧就非常之簡單啦，一個就係 source 啦，咁一個就係 volume 咯。仲有一個控制方法喎，就係撳實左邊個掣咧，可以進入器材各種嘅硬體設定啊，包括 AV bypass 等等。另外 H48 咧係可以設定俾 Sony、LG、Samsung 同埋飛利浦嘅電視嘅遙控器去控制呢一部擴音機嘅開關同埋轉入去指定嘅輸入噶。App 嘅設定咧就係呢個 Hego Control， 部機攞到 IP address 咧，你即刻就會見到呢部機，你可以控制佢嘅開關都得。咁入到去之後咧，基本嘅控制啦，音量嘅控制啦，咁如果你播緊歌有播放控制啦，同埋唔同嘅 source 控制。播一次俾大家睇，好快有。咁當然，如果大家想玩得盡啲咧，就佢係支援 Roon 嘅。咁你用 Roon 玩咧，主流嘅串流平台再加埋你自己嘅音樂資料庫咧，就可以統一咁樣慢慢玩啦。機背咧就乜都齊啊，電壓230V， 跟住下邊就係數碼輸入界面啊。有個 RJ45 嘅 network port， 跟住咧就係有個 USB port B 嘅插頭，佢可以做獨立 USB 解碼。跟住上面咧就會有呢個模擬嘅輸入啦，有3組立體聲模擬輸入啦，其中一種係平衡輸入嚟嘅，仲有2組拉 level RCA 嘅輸出，一組咧就係 fix 嘅冇音量控制啦，另外一組就 variable 嘅係有音量控制啦，咁啱玩擺 M 或者接超低音都得嘅。咁跟住另外左右兩個咧就係大型嘅喇叭接線柱 binding post。另外個機腳咧就係厚身高身少少嘅有阻尼作用嘅機腳啦，咁都令到部機好穩陣嘅。情人如醉翻起愛情路。挪威 Hego， 香港發燒友咧會稱呼佢做蝦餃啦。嗱，雖然佢 CD 解碼、擴音機乜都有啊，但係大家對佢嘅印象最深嘅產品呢，一定唔可以唔提合併式擴音機啊。老頂咧係挨近10萬蚊嘅 H68， 而今次嘅 H48 咧就係 H390 升級版本嚟嘅，同時將旗艦 H68 功能下放嘅全新次旗艦型號。咁 H48 有啲乜嘢係提升咗嘅呢？兩方面講啦，功能上，
佢係全面加強晒串流表現啦。嗱，大家畫面睇下 H390 咧就係支援呢啲，而今次 H48 咧就係支援呢啲。嗱，係咪多咗好多嘢呢？高音質串流 Tidal Connect、UPnP 有齊噶啦，亦都可以玩埋 Roon。支援嘅檔案格式咧亦都包晒 High-Res 嘅 PCM、MQA 同埋 DSD。咁喺用料上又有啲咩提升呢？呢度咧就同大家一邊拆殼睇，一邊同大家解釋下啦。嗱，首先講解碼，廠方咧就冇特別透露 H48 咧係用啲咩解碼晶片嘅，我拆殼咧亦都睇唔到啊。不過廠方就話係由旗艦 H68 下放嘅 BitPerfect 嘅解碼晶片嚟嘅。另外全機嘅供電同埋線路板咧都作出微調啊，以達到更加高嘅音質，功率仍然係每聲道8盎250瓦。AB 類放大線路非常之夠 current， 因為咧佢最低係可以支援到2盎嘅喇叭。咁大家睇到啦，成部機係對稱設計啦，左右線路分開處理，減少聲音嘅相互干擾。Crosstalk 咧係低到-100 dB， 中間有隻超級巨型嘅環牛啦，另外仲有兩隻細環牛咧為其他線路供電啦。水塘陣呢就係合共8萬 mAh， 由廠方特別訂製嘅大型電解電容啊，咁啊幫呢部機提供足夠嘅能源啊。不過更加值得大家留意嘅呢，就係佢嘅 damping factor 阻尼係數係超過4000，嗱，比同類擴音機呢個數係多差唔多成10倍啊！擴音機除咗有足夠嘅推動力，即係功率之外呢，其實亦都需要有一定嘅控制力嘅，即係 damping。正所謂能放能收先至係真正好力啊嘛。由於喇叭最食 power 呢就係低音嘅部分，所以堅實嘅功率加埋高 damping factor 呢，就可以令到低音質量兼備啦。H48 咁高嘅阻尼係數，其實係佢哋專利技術 SoundEngine 2嘅一個副作用嚟嘅。因為本身 SoundEngine 2呢個目的咧係減低放大線路嘅失真啊。嗱，佢運作嘅原理係靠不停咁樣實時比對輸入同埋輸出嘅信號，揾出放大過程入邊出現嘅失真，再將佢反向傳翻入輸入嗰度啊，用自我抵消嘅方法咧嚟到去減低失真。咁就好似降噪耳機即時用收音咪收取環境噪音，再播翻呢個聲嘅反向版本去抵消噪音一樣啦。而 Hego 呢一個 SoundEngine 2，因為取樣位置更加早同埋更加多，運算速度咧又夠快，所以除咗好有效咁樣減低放大線路嘅失真，大幅降低一般負回輸線路聲音呆滯嘅情況之外咧，仲唔覺意咁樣提高埋阻尼係數添，真係可謂一舉兩得啊！咁啊睇睇 spec 啦，咁呢部機嘅 size 咧就唔算大部嘅，咁啊重量咧就有少少重啦。好啦，咁而家就錄音啦，因為佢係一部 Streamer DAT-M 嚟嘅，咁所以我今次嘅實試咧就係真係 all in one 啦。咁所以其他啲器材唔需要講啦，我淨係講喇叭。夾配嘅喇叭咧就係美國 Magical 嘅 A3 坐地喇叭，係一對擴音機有相當要求嘅喇叭。咁我哋聽聽個聲就知啦。咁講一個聲啦，嗱，呢部機好特別嘅地方嚇，功率當然係實淨啦，佢誇張嘅係阻尼係數 damping factor。A3 係一個密封箱3路4單元嘅喇叭，而且你要推得出佢嘅低音咧，亦都有啲難度嘅。但係由 Hego 推出嚟咧，佢嘅低音係唔單止係有足夠嘅量，同一時間咧佢仲係一個好高速嘅低音，真係下下都落得靚收得快。咁呢一個咧係非常之大嘅強項嚟嘅。
咁例如聽一啲古典樂啊、場面嘢咧，因為佢個控制力好高，所以呢啲場面係好定嘅，而定得嚟咧就唔會揦得好死嘅。因為通常 damping factor 好高嘅擴音機，咁可能攬到去啲細節都冇晒嘅，佢唔會嘅。聽古典樂、聽室樂啊，其實佢都係有翻足夠嘅聲尾、餘韻。或者一啲聲場嘅重現咧，佢都做得幾好嘅。音色方面咧，就佢係比較中性啲嘅。咁如果我要將佢歸類嘅話咧，我都會覺得佢係走向豪邁啲、率直啲，但係都唔係冇感情嘅高音咯。所以呢個可以放心啊。成個操作好穩定啦，功能好強勁啦。佢內置嘅解碼比我想象中好好多。呢個係估唔到嘅，因為好多擴音機咁佢擴音機做得掂，咁佢解碼咪偷輕啲咯。但係呢部機嘅解碼真係交咗功課啊！好，賺咗咁耐啦，咁講少少不足嘅嘢啦。咁因為呢個世界咧就冇完美嘅產品啦，所以每一條片咧我都會講少少產品嘅不足嘅。可能有啲人會覺得佢個樣太平實啦嚇，爭少少豪華感咁啦。另外上次咧訪問廠方，佢哋都有講翻，佢哋嘅產品係響內地組裝咗好多年噶啦，佢哋亦都好滿意呢間工廠嘅水準，而且佢哋亦都有一個好高規格嘅品檢要求啊。但係如果對於一啲有原產國生產情意結嘅朋友呢，咁呢一個可能會係一個不足嚟嘅。總結翻啦，今次實試 Hago 嘅中價 All-in-One 新作 H48，憑佢推動 Magical 喇叭嘅表現呢，實在係以同價 Class AB 嘅擴音機嚟講，少有罕有咁樣做到實淨嘅推動力啊！而更難得嘅呢，就係佢做到呢一樣嘢嘅同時，聲音係唔會出現過度控制 overdamped 嘅情況。所以佢先至有廣闊聲場嘅重現能力，速度快、結像緊緻、分析力高嘅聲音表現。而且作為 All-in-One 機呢，佢今次做解碼同埋串流亦都交足功課，絕對係用得到嘅。所以如果你係想一步過 All-in-One 啊，而同時又用緊一對難搞少少嘅喇叭，但係你預算又唔想太高買擴音機，你呢就可以留意一下 Hago H48 呢一部機啦。好啦，今日同大家實試 Hago H48 Streamer Dead M 嘅實試報告咧，就嚟到呢度啦。咁中意我哋拍片嘅朋友俾個 like 我哋啦，未訂閱我哋 channel 嘅記得訂閱啦。訂閱咗之後記得撳住 channel 隔離個鐘仔，有新片出你第一時間收到通知。而今日題目有少少難揀啦，俾同一個錢買一部 All-in-One 機，你會揀佢個樣靚啲，但係推力冇咁好，揀喇叭咧有啲限制嘅，定係你會揀一部外表平實啲、平平無奇啦，但係佢推力勁好多，揀喇叭冇乜限制咧？不妨留言同大家講講你嘅睇法啦。今集嘅測試嚟到呢度啦，下次再見，拜拜。